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希伯来历的3月21日，公历的2023年6月9号。这个星期要学习的帕拉夏加帕拉夏巴阿斯和雷哈。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全新的话题。那么这个话题是关于生命树、光合作用、人体必须的7大基本营养，以及身体的10大系统。那么最后我们会从卡巴拉的角度去考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绝症——癌症啊，从卡巴拉是怎么样看的。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都是和健康有关，和生命树有关。你会发现所有这些概念都是一个设计，都是按照生命树的10个属性来的。首先我们来看光合作用。那么光合作用，对吧？最简单的理解是植物将光转换成能量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植物它吸收光，它的多少取决于光的波长。那么光合作用的有效光是红光和蓝光。那么在红光和蓝光之间，因为植物的叶绿素吸收红光最多，所以说红光的光合作用的效率最高，对吧？这个是自然科学。那么植物里边的绿叶素，它只能吸收光里边的红色的光和蓝色的光，对吧？当然有的也把它叫做紫色的光，因为紫色和蓝色就差不多，但不能够吸收光里边的绿光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绿光要被这个绿叶素给反射出去，所以说不能够进行光合作用，对吧？这叫自然科学，对吧？大家可以看屏幕。那么在这个屏幕里上面，对吧？右边的这个波长会长一些，这是红色的光。蓝色的光的话呢，波长短一些，对吧？基本上所谓的从红色到蓝色这个范围是人的眼睛可以看见的可见光，对不对？那么红色以外的那叫红外线，蓝色以外的或紫色以外的那叫紫外线，对吧？红外线、紫外线人都看不见的。那么人能看到的这个光谱，那基本上就是红色和蓝色之间。那么你会发现它的中间地带是绿色，看到没有？这一切都是设计，都是按照生命树来的。那么这个地方从妥拉去考察是什么意思？光代表什么？光总是代表托拉，对不对？光是托拉，托拉是光。那植物代表什么？植物总是代表弥赛亚，对不对？因为植物的希伯来文叫tsmach，那么tsmach在圣经里边大量出现，总是指弥赛亚，对吧？这有很多经文，我们这个地方就选一个经文。耶利米书33章15节，到那日那时候，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。对吧？这个地方的希伯来文叫做阿茨米亚和雷大卫的岑玛和茨达卡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叫岑玛，岑玛的意思是植物，
对不对？生长植物，同一个单词。那么这个 tzemach 是弥赛亚的名字，这拉比的标准解经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先知书里边提到弥赛亚，说他的名字叫 tzemach shmo， 他的名字叫 tzemach shmo， tzemach 植物，对不对？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叫苗裔，那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把它翻译成大卫的植物，对不对？那不太荒谬了吗？对吧？但是你学卡巴拉的话呢，你要看它的本来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植物是弥赛亚，所以说弥赛亚代表植物，弥赛亚将光怎么样？将妥拉的光转换成生命，对吧？因为这个光合作用是将光能转换成生命能量，生命需要能量。那么在整个光合作用的过程当中，不单单有光的参与，还有气、二氧化碳，对吧？还有水，对不对？这个植物通过光，对不对？呼吸二氧化碳和水，然后它的产品是能量，对吧？在植物的这个身体生长的能量，那同时释放出氧气和水，对吧？所以说有4大元素，哪4大元素？光希伯来文叫 or， 气希伯来文叫 avir， 水希伯来文叫 mayim， 植物 tzemach。那么这4个概念的数值加起来等于652，那么正好是马车之弓4个轮子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大卫的数值。Abraham、Isaac、Jacob、David，对吧？这是马车之弓的4个轮子。生命树的什么？恩慈、大能、美丽和王国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亚伯拉罕是 Hesed， 这是光的概念，火的概念。以撒是 Gevurah， 大能，对，这水的概念。水火2个矛盾，在中间协调矛盾的是雅各，美丽，这是气的概念，对吧？氧气在这个地方，不，这个地方是二氧化碳，对不对？那么大卫的话呢，对应植物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卫是这个妥拉把这个弥赛亚称为大卫的植物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弥赛亚，大卫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弥赛亚总是称为大卫的儿子，大卫的植物，大卫的生长，因为植物是生长的意思，对吧？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揭开一个奥秘。那么以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说，卡巴拉告诉我们火是光，黑暗也是光。你说火是光，我可以理解。那为什么黑暗也是光？那么其实从这个地方我们有了新的一层的理解。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，光分为可见光和不可见光。从蓝色的光到红色的光的范围叫可见光，红外线和紫外线属于不可见光，所以说红外线、紫外线叫什么？是黑色，因为你看不见嘛，看不见不就黑色吗？它其实也是光。那么光合作用是通过蓝色和红色的光的范围内的可见光，对不对？光合作用的本质是将光转换成生命。那么光的希伯来文叫 or， 生命，活着，活的叫 hai， 对不对？那么光和活着就代表生命，它的数值之和等于225，这是耶和华前面2个字母 U 的 He 的数值15的平方。反过来，那么这是可见光，可见光是耶和华前面2个字母的平方。那么反过来，不可见光是黑暗，后谢，对吧？数值328，减去光的数值207等于多少？等于121。令人震惊的是，121正好是耶和华后面2个字母 Vav He 的数值11的平方。看到没有？全是设计，巧妙的设计。
那么可见光的两个极端是蓝色和红色，对不对？那么也是对应这个先父，蓝色对应的是亚伯拉罕，红色对应的是以撒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蓝色对应的是天，对应的是蓝宝石的宝座，这是恩慈的概念 ，Hesed， 对不对？宝座上 Hesed， 而红色总是代表审判 ，Gevurah， 大人的概念，以撒的概念。那么协调蓝色和红色的中间地带是绿色，对不对？在光谱里边，绿色是居中，协调左右两个矛盾。绿色代表雅各，所以说绿色植物也是代表雅各，看到没有？绿色植物代表弥赛亚、雅各，对不对？犹太教这个弥赛亚的概念来自于犹太教，对吧？你不要以为是基督教，是犹太教。那么你去算这三个颜色，蓝色、红色、绿色，卡后、阿东、亚罗克，你算它的数值等于413，加上光和生命偶尔氦的数值225等于多少？等于638，正好得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数值。Abraham, Isaac, Jacob， 看到没有？因为亚伯拉罕是蓝色，以撒是红色，两个矛盾体协调的是绿色，雅各。那么我们发现神的巧妙的设计，植物光合作用，它只能吸收光里边的蓝色和红色，它却不能够吸收绿色，把绿色给反射出去了。所以说这个植物在人的眼睛里边是绿色的。为什么是绿色的？因为绿光被反射了，对不对？红光和这个蓝光被吸收了，你当然看不见红色，也看不见绿色看不见这个蓝色，你看到的是绿色，因为绿光被反射了。什么意思？被反射就代表被拒绝了。植物是指弥赛亚，绿色是雅各，对不对？光是妥拉，弥赛亚将妥拉的光转换成生命，所以说弥赛亚是生命，他将妥拉的光把它转换成生命。那么以撒的光合作用的效率高于亚伯拉罕。那么以撒爱谁？爱以扫。以扫也是红色，它的效率也高，光合作用的效率很高，对吧？因为以扫叫以东，以东这个单词就是红色，所以说以东是红色，代表基督教，以扫代表基督教，所以说基督教接受了弥赛亚，对不对？这个绿色植物要吸收红色的光和蓝色的光，但是犹太教代表犹太教的是雅各，怎么样？没有接受弥赛亚，为什么？因为绿光被植物的绿叶素给反射了。你说这是个悖论，对不对？照理说这个植物是绿色，对不对？照理说这个弥赛亚的概念出自于犹太教，那么犹太人应该首先领受弥赛亚，结果怎么样？反而被基督教给领受了。那么这一切都是设计。好，那么光合作用的结果是将光转换成能量。那么这个能量储存在哪里？在食物里边。那么光合作用那是植物，那么它所产生的这个食物，那么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碳水化合物。那么碳水化合物的本质是糖，对不对？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分享7大基本营养。那么人体所需的7大基本营养是哪些？
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、矿物质、膳食纤维和水。那么这7大元素很显然是对应生命树的7个属性，对吧？我们先来了解这7大这个营养素它有什么特点。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蛋白质，那么这3样它可以在体内燃烧释放能量，也就是说它们是能量，对吧？那么其他的营养素它不能够释放能量，对吧？你说这个维生素它没有能量，矿物质也没有，这个纤维也没有，这个水也没有能量，对不对？它尽管没有能量，但是呢，它是维持各种正常的生理的功能和机体的生存，所以也是相当的重要。但前面3个和后面4个的本质的区别是能量。那么食物里边，所以说食物是以这个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和脂肪为主。那么维生素、这个矿物质、纤维、水也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呢，它也是食物的一部分。那么这7个概念都是食物，对吧？你说6个概念是食物，这个水当然也算食物，对吧？但也不叫食物也可以，但是都是人必须的。那么从妥尔的这个角度去考察，什么叫食物？食物是燃烧，提供能量，食物储存能量，对不对？那么在妥尔里边，食物是什么概念？是献祭，对不对？希伯来文叫 korban， 献祭是将祭物放在祭坛上燃烧，成为造物主的食物。看到没有？民数记28章第2节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献给我的供物，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。看到没有？在妥尔里边，将献祭 Korbani Nachmi， 我的献祭，我的食物。献祭是食物 Korban， 对不对？那么正如献祭是燃烧祭物成为食物，那么食物在身体里边也是燃烧释放能量，对吧？所谓的卡路里那叫能量。人吃饭是为了获取能量。那么碳水化合物的希伯来文叫帕赫梅玛，这碳和水，它的数值是183，对应的是生命树的右边的 Hesed 恩慈。你说为什么？为什么碳水化合物对应恩慈 Hesed， 对应亚伯拉罕？因为碳水化合物在身体里边分解为糖，葡萄糖，对不对？那么糖是什么味道？是甜味，甜对应的什么？恩慈、甜蜜、爱，对不对？爱是甜蜜，所以说糖对应的是爱、恩慈 Chesed。 那蛋白质的希伯来文叫 Helban， 它的数值等于96。那么蛋白质对应的是生命树左边的大人 Gevurah， 对应的是以扫以撒。也就是说，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是2个矛盾体。那么绝大多数的碳水化合物是来自于植物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蛋白质是反过来的，它主要是来自于动物，但你说植物也有，但主要来自于动物。
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是两个矛盾体。对，这个以撒喜欢吃什么？喜欢吃打猎的，对不对？喜欢吃肉，对不对？这个以扫是给打猎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雅各喜欢吃面包，亚伯拉罕喜欢吃面包，面包是碳水化合物，对不对？以撒喜欢吃肉，打猎，蛋白质。那么蛋白质它的功能主要是身体机体的生长和修复。生长，看到没有？生长和修复，当然它也有其他的功能，什么调节和运输，但主要是生长。它也有调节，比方说这个胰岛素是一种蛋白质，对吧？它的功能是调节血糖，对吧？所以说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是一个矛盾体。那么任何两个矛盾体都应该有一个中间地带，那么这个中间地带是脂肪，希伯来文叫舒曼，就油的意思，脂肪就是油，肥，对吧？肥肉，脂肪。那么脂肪希伯来文叫舒曼，它的数值是390。当然你说这个脂肪植物也有，动物也有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它是一个怎么样？是一个协调，对吧？碳水化合物主要来自于植物，那么蛋白质主要来自于动物，那么脂肪的话呢，它既来自于动物又来自于植物，对吧？比方说橄榄油，最好的脂肪，对吧？那么你说这个肉里边的这些肥肉，它也是脂肪，对吧？所以说这是一个合一，对吧？是一个矛盾的协调，对应的是生命树中间的美丽 Tifadres， 对吧？正如美丽是协调恩慈和大人的矛盾，脂肪也是协调这个糖和蛋白质的矛盾，对吧？那么正如这个美丽的属性是倾向于右边的恩慈，那么脂肪的话呢，它倾向于碳水化合物，那么它和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共同点都是提供身体更多的能量，它超过了蛋白质，蛋白质也提供能量，但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它们提供更多的能量。那么正如恩慈大人和美丽形成3个完美的组合，那么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、脂肪也可以通过燃烧给身体提供能量，它们的平衡是人身体健康的关键。如果你算数值，相当令人震惊。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和脂肪的希伯来文的数值之和等于669，它的平均数是223，正好是希伯来文 Habria 的数值。什么意思？ Habria 这个单词在圣经里边是胖的意思，胖，这个人长得很胖。但这个单词还有一个意思，是健康的意思，对吧？所以说在妥拉的概念里边，健康是体现为有那么一点点微胖，对吧？你不能你就是你必须要胖一点，你不能太瘦了，那么那是健康，对吧？这个中文叫有一点富态，对吧？这个在妥拉的概念里边，一个人如果健康的话，那么是有一点微胖，对吧？你看这个犹太的拉比基本上都是大肚子，那个有点那个胖有点太胖了，应该这个大肚子要小一点，那么微胖一点，那么是可以是很健康的。好，那么前面是3大元素，营养素，那么接下来是维生素和矿物质。那么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它也是一个搭配的关系啊，是一个配对。那么它也是一个矛盾体，对吧？那么对应的是什么？对应的是生命树的得胜和赞美。你说为什么？维生素是有机物，
矿物质是无机物，对吧？一个是有机，一个是无机。那么它们都是身体必须的基本营养元素。那么有机和无机的本质的区别是生命，对吧？有机物是有生命的，那么无机物当然是没有生命，对吧？所以说有机物、有机的维生素对应的是生命素的得胜 ，Netzach， 同时也是永生的概念啊，也可以翻译 Netzach 这个单词，既可以翻译成得胜，也可以翻译成永生，代表生命，对吧？是一种自信的概念。那么反过来，无机物代表没有生命，对应的是生命素左边的赞美后的，因为赞美这个后的它还有什么意思？还有承认的意思，谦卑的概念，对吧？谦卑的概念，对吧？所以说矿物质是谦卑，维生素是生命。那么协调右边和左边两个矛盾体的中间概念是什么？是膳食纤维，对不对？那么对应的是生命素的根基，对吧？那么这个纤维有什么特点？纤维的特点是它的长度大大的超过它的宽度，这叫纤维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是根基的概念，是连接的概念。纤维是连接，它的概念是连接。那如果我们来算数值，维生素的希伯来文叫 vitamin， 数值125。矿物质的希伯来文叫 mineral， 数值330，纤维叫 sieve， 数值72，加在一起等于527，正好是 ahava yira rahamim 的数值，爱、畏、敬畏和怜悯。ahava 爱是对应的是恩慈，yira 敬畏对应的是大人 ，rahamim 怜悯对应的是美丽，这是标准对应，这不是我们讲的，对不对？标准对应，对吧？所以说，爱总是对应恩慈，敬畏总是代表大人，怜悯总是对应美丽。那么这是情感上面的3个属性，它的镜像的下面正好是得胜赞美根基，所以说正好对应什么？维生素、矿物质和纤维。好，最后剩下来的是水。7个基本元素、营养元素啊，第7个是水 ，Mayim， 希伯来文是 Mayim， 数值90。那么 Mayim 的话呢，水当然是对应第7个属性王国 Malchus。你为什么？因为王国总是对应百川汇入的大海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河流代表对应的是根基，大海对应的是王国，所有的河流最后都流入大海，对吧？所以说同样的道理，6种基本营养元素最后都汇入身体里边的水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算数字，算数值，对不对？刚才我们讲了7大基本营养元素的数值：碳水化合物183，蛋白质96，脂肪390，维生素125，矿物质330，纤维72，水90，加在一起等于1286。这正好是耶和华的献祭的数值 Korban Adonai， 把它展开，你把 Korban Adonai 展开，不多不少1286。为什么？因为7大营养元素是耶和华的献祭，是耶和华的食物，同时也是给人的食物，对吧？人的食物不能够缺少这7大基本营养元素，对应的是生命素的7个情感属性。那么1286，你把它旋转一个周期，按照我们以前分享的，就是减去999，等于多少？等于287。这正好是希伯来文 tov ra
善恶的数值，对吧？所以说7大基本营养元素，如果你搭配得当，就是生命数；如果你搭配失调，就会成为分别善恶的数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如果你单独考察献祭 Corban， 对吧？你把它的数值等于1214，对吧？因为耶和华展开我们刚才展开的数值等于72，而72正好是纤维的数值，对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时候你看一些这个营养学家，他他把这个7大营养元素称为6大营养元素。你说为什么少了一位？因为这个膳食纤维啊，它也可以归入碳水化合物，它也是植物的一类，对不对呀？因为它不能消化，不能被消化，但是呢，它一般来自于植物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很多时候把它归入了碳水化合物，那么有这个7个基本元素就变成6个基本元素。那如果你去掉纤维，那么6个基本元素的数值之和等于1214，那么正好是献祭 Corban 展开的数值，对吧？所以说再一次给我们证明，献祭是燃烧食物释放能量，人吃饭也是燃烧食物释放能量。好，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了，首先这个能量的转换来自于光，通过光合作用，光合作用最大的产品就是碳水化合物，对不对？那么接下来我们分享了人类必须的7大基本营养元素，对吧？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、矿物质、膳食纤维和水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人的身体，人的身体有10大系统，或者说11大系统，那么也是按照生命数设计来的。我们来看怎么一个分法。人体最小的基本单位是细胞，对不对？细胞构成组织，组织构成气管，气管构成系统，系统构成人的身体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你去考察的话，那么这个学术界基本上认为人的身体分为9大系统。哪9大系统？运动系统、消化系统、呼吸系统、泌尿系统、生殖系统、内分泌系统、免疫系统、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。那么这9大系统我们需要澄清一下，因为我们如果按照从 Torah 的思路，那么这9大系统其实可以分为11大系统，对吧？怎么样分？首先，所谓的运动系统，你去考察它怎么样定义？他说主要是骨头、关节和骨头上面的肌肉组成的，对吧？但其实，因为它管人的运动，但其实这个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是2个系统，对不对？肌肉系统和骨骼应该分开，骨头是骨头，肉是肉，都要分开。好，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分开。那么骨头还有一个特殊，就它里边，对吧？比方说脊椎骨，对吧？盆骨之类的，它里边有骨髓。骨髓的话是相当的特殊，因为它具备造血、免疫和防御的技能，所以说骨髓应该把它分出来，
成为一个单独的系统。反过来，这个泌尿系统和消化系统，对吧？这个一般把它分开，但其实它的本质是一样的，它都是消化吸收营养元素，并对吧？消化吸收，最后不能吸收的，把它排泄出去，对吧？所以说它的功能、它的功用、功能是一样的，消化、吸收、排泄，对吧？所以说泌尿系统和消化系统应该归成一个系统。那么在循环系统里边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成分叫血液，对吧？那么一般的话呢，把血液认为是循环系统的一部分，但是妥拉告诉我们，这个血是很特殊的，血液里边有灵魂，有生命 ，nefesh， 对吧？所以说，那么血液应该单独分出来啊，血液应该从循环系统分出来。那么这样分了以后呢，就有了11大系统，对应生命树的11个属性。具体怎么样对应，我们休息10分钟，给大家继续分享。好，大家休息好了，我们继续刚才的分享。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，把这个9大系统澄清了一下。那么从妥拉的思路去分的话呢，人体应该有11大系统，对应的是生命树的11个属性，对吧？因为一般是10个属性，你算上知识，那应该是11个属性。那么具体怎么样一个对应关系？冠冕 Kesser 是对应呼吸系统，Chokhmah 智慧对应的是骨髓系统，Bina 通达对应的是血液系统，Da'at 知识对应的是神经系统，恩慈 Chesed 对应的是骨骼系统，Gevurah 大能对应的是循环系统 ，Tiferet 美丽对应的是肌肉系统 ，Netzach 得胜对应的是内分泌系统 ，Hoid 赞美对应的是免疫系统 ，Yesoid 根基对应的是生殖系统 ，Malchus 王国对应的是消化系统。好，为什么？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解释。我们知道人的身体也是按照生命树来的，对不对？在人的身体的形象里边，对应 Kesser 冠冕的是头盖骨，所以说头盖骨是人和神连接的一个通道。那么在人体的呼吸，在人体的系统里边，呼吸系统对应的是冠冕。为什么？因为人通过呼吸，灵魂进入了身体。当神造人的时候，是通过吹气，人成为了有灵的活人，是通过呼吸系统，对不对？呼吸的希伯来文叫 neshama， 它的意思是生气，和灵魂的 neshama 同一个词根，对不对？那么呼吸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吸入氧气，对不对？那么氧气是人的生命的这个需要的一个气体。
人不可能没有氧气，对吧？所以说呼吸系统从某一个这个意义上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系统，因为如果你没有呼吸系统，没有氧气，没有生气，那么人立刻就死了，没有氧气，对吧？所以说是最重要的系统，呼吸系统。那么智慧和火嘛对应的是人的身体的右脑，那么但在人体的系统里边，它对应的是骨髓，骨髓的希伯来文叫 moach etzem moach etzem。那么骨髓它的主要的功能是造血，那么血不单单是给身体提供养分，对吧？它不一定是提供养分，它是传递养分。血是生命的源头，同时也是灵魂的居所。那么通达对应的是身体的右脑，这个左脑，但在人体的体系统里边，那么我们认为通达应该对应血液系统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正如通达是出自于智慧，对吧？先有智慧，后有通达。所以说血出自于骨髓，对不对？那么知识对应的是身体的小脑，但在人体的系统里边，它对应的是神经系统，对吧？因为神经系统它传递控制身体的知识。恩慈对应的是身体的右手，代表给出，对应的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的数值 Abraham 248，同骨髓的数值 Moach etzem。那么拉比传统认为人体有248根骨头，对应的是 Torah 的248条正面的诫命。所谓的正面的诫命是行出、给出，对吧？所以说恩慈对应的是骨骼的系统，对吧？正如在智力层面，它右边的智慧对应的是骨髓，那么在下面的情感层，它对应的右边的属性的恩慈对应的是骨骼的系统，对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骨骼骨头是骨髓的器皿，骨髓在骨头里边，所以说下面的 Hesed 是上面的智慧和 Homa 的器皿。同样的道理，大能给 Vra 它对应的是身体的左手，代表的是收敛，代表的是控制，对应的是以撒。那么拉比传统认为人体有365根血管，对应 Torah 的365条负面的诫命。所谓的负面的诫命是不能行出来的东西，不能行出来的行为，代表控制，代表收敛，对吧？那么正如智力层左边的通达是血液，所以说下面的情感层的左边是大能，对应的是循环系统。那么循环系统是什么？是血液的器皿，看到没有？骨骼系统是骨髓的器皿，循环系统是血液的器皿，都是一个对应的关系。血管的希伯来文叫 Kenim Dam， 数值等于104，这是以撒的数值208的一半。为什么？因为血管分为动脉和静脉两大类，对不对？动脉和静脉两大类，所以说104乘以2等于208，等于以撒的数值。所以以撒对应的是循环系统，循环系统无非就是在血管里边。那么美丽对应的是身体的躯干，协调右手和左手的矛盾。那么在人体的系统里边，美丽
对应的是肌肉系统，对吧？那么肌肉系统和骨骼系统构成人的身体，对吧？那么刚才我们讲了，人的身体的美丽，一方面是来自于脂肪，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有肌肉，对吧？你不能太胖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还是要有肌肉，对吧？肌肉系统对应的是美丽，对吧？所以说健身、健美，对不对？肌肉对应的是美丽。那么德胜对应的是身体的右腿，它的概念，这个德胜的希伯来文 netzach 是德胜，是永生，是自信。那么在人体系统里边，它对应的是内分泌系统。那么内分泌系统是神经系统以外的一个很重要的调节的系统，它的功能主要是传递信息，参与调节身体的新陈代谢、生长、发育和生殖，维持机体里边环境的稳定。看到没有？对应的是上面这个营养的什么？这个叫维生素，对不对？那么内分泌系统它分泌激素，对吧？荷尔蒙，希腊文的原文是兴起或者兴奋的活动。那么它对机体的代谢、生长、发育、繁殖、性别、性欲和性生活等起重要的调节作用。所以说它对应的是生命树的得胜、永生，它激发人的自信。反过来，赞美对应的是身体的左腿。那么赞美希伯来文后的这个概念是代表承认，代表谦卑，对吧？那么在这个营养素里边对应的什么？是对应的是这个矿物质。那么对身体的这个体系系统对应的是免疫系统。为什么？因为免疫系统是人体防御病菌、病毒侵犯的最重要的保卫系统。那么这个免疫系统，它的关键点在于哪里？它必须要能够正确的分清楚哪些是好的细胞，哪些是不好的细胞，哪些是自己人，哪些是敌人，对不对？如果分不清楚，那叫什么？那叫免疫系统紊乱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能够分清敌我是承认，你要承认啊，对吧？你不承认，那就分不清敌我。对吧？所以说，正如得胜和赞美总是配合两条腿走路，那么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也是配合作战。那么内分泌系统通过它的各种腺体，对吧？通过各种腺体分泌荷尔蒙、激素，对吧？调节身体的所有的系统。那么免疫系统，它是通过白血球消灭入侵者。那么人生病是因为免疫系统紊乱，免疫系统对应的生命树的赞美，希伯来文叫 hold。你把 hold 这个单词3个字母把它颠倒过来，就是打瓦。打瓦的意思是生病，看到没有？全部都是设计。你把赞美颠倒过来就成了生病，你把免疫系统给我打乱了，那你当然会生病。那么根基的话呢，在身体里边是对应男性的生殖器官，那当然在人体的系统里边，那么根基对应的是生殖系统，那么这个都不用解释了，都很相当的明确了。那王国的话，在身体里边对应的是女性的生殖器官。那你说为什么在人体系统里边，王国要对应消化系统？那么因为王国和冠冕是首尾对应关系，对吧？正如冠冕通过呼吸系统
纳入氧气，排出二氧化碳和水汽。王国是通过消化系统纳入食物和水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王国在卡巴拉传统里边也对应嘴巴，嘴巴的功用之一是纳入食物和水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考察数字，相当令人震惊。古格的希伯来文写来的数值334，血液循环 Mahzor Hadam 数值310，肌肉 Shedrin 数值760，内分泌 Endocrinus 数值831，免疫 Hison 数值124，生殖器官 Revia 217，消化系统EQ 数值126，七个系统数值加在一起等于2702，除以7，算它平均数2702，除以7，不多不少，等于386。正好得出耶稣的数值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暗示了每个系统在情感层是救赎，对吧？因为耶稣是救赎的意思。那么对应智力层的4个系统分别是呼吸系统内西马数值405，这个叫做脊髓末参数值248 ，down 血数值44，神经系统阿查 beam 数值212，4个系统加在一起等于909。因为这个呼吸它对应的是灵魂的第3层，叫内夏玛，它的居所是大脑，所以说对应的是冠冕。但灵魂在整体的层面是叫什么？叫哈亚，对不对？叫哈亚，哈亚是活着的意思，数值23。哈亚是环绕人身体的灵魂。你4个系统的数值加上合一的灵魂加在一起等于932，正好是分别善恶数的数值。看到没有？人的身体是生命数，但在智力层是分别善恶的数，分别善恶的知识数，对不对？智力层的4个系统的数值909，加上情感层7个系统的数值2702，等于3611，正好等于23乘以157。23我们刚才讲了是环绕身体的灵魂哈亚，活着的意思，而157是活的身体 Guf Haim 的数值。什么意思？7大系统加上4大系统，这是灵魂活着，环绕活的身体。身体活着是因为灵魂的环绕，对不对？如果灵魂离开了身体，那么身体就死了，就不再是生命数了，对吧？人的身体是一个生命数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分享最后一个话题，关于疾病，癌症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末世有一个绝症是癌症，对吧？觉得很奇怪，这个以前好像没有这个病，对吧？你说古代有那么多吗？没有那么多。那么今天这个癌症成了全球的这个1大杀手，对不对？第1大杀手是癌症，是不能治愈的，好像不能医治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今天结合上面学习的，
从卡巴拉和托拉的角度，我们来考察一下癌症究竟是什么，对，能不能治愈？那么，认为癌症不能治愈是主流的医学。那么，主流医学认为癌症的病因是基因的突变，这主流医学。但这个理论对不对？这个理论是错误的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如果这个理论对了的话，那么这个癌症早就被医治了。为什么今天癌症治不好？因为它的框架就是错误的，它的理论就是错误的，对不对？你理论都搞错了，你怎么去治？越治越严重，对吧？所以说，这个第一步就没有走对，框架就搞错了，那当然治不好。那么，主流医学认为癌症是基因突变。那么我前段时间了解，发现并非如此。那么在今天比较有名的一个这方面的学说是波士顿大学的生物学、基因学、生化学的教授，叫 Thomas Seyfried， 这个教授是很有名的。那么他提出了一个观点，还写了一本书，成了最畅销的书。他的观点是，癌症并不是基因突变，癌症是一种代谢病，意思就是说是吃出来的，啊，代谢就是你这个食物在身体里边燃烧，癌症是一个代谢病。那么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他提出来的，是另外一个德国的诺贝尔奖得主，名字叫做 Otto Warburg。那么这个是上个世纪20年代，他就提出了这个理论。那么这个诺贝尔得主 Warburg 也是很有名的。那么他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发现，在实验室里边做实验，发现什么？用这个氰化物可以在瞬间杀死小白鼠，但小白鼠身上的癌细胞却丝毫无损，反而还越长越好。为什么？首先，氰化物是剧毒，对不对？不管是小白鼠，人吃了以后瞬间死亡。为什么这个氰化物能够在瞬间把小白鼠杀死？因为氰化物可以在瞬间阻止细胞的需氧呼吸，对吧？人体的细胞是要呼吸的，呼吸氧气，对，通过氧气氧化食物，对不对？把所有的食物把它分解成能量，对，这叫需氧呼吸。那么健康的细胞是通过需氧呼吸获取能量，但癌细胞它却不通过需氧呼吸，它不需要氧气，它不需要氧气，那它怎么样获取能量？它是通过糖发酵获取能量。所以说，氰化物进入了小白鼠的细胞，瞬间阻止了细胞的呼吸，小白鼠就死了，对吧？因为细胞死了，小白鼠就死了。但小白鼠身上的癌细胞它不需要氧气，因为它通过发酵获取能量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它不但可以存活，它甚至会因此而加速的繁殖。
对吧？所以说，癌细胞，人死了以后，人的细胞死了，癌细胞是不会死的，可以一直繁殖下去，可以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继续的培养。为什么？它不需要氧气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癌症，它的本质是什么？从卡巴拉的角度去考察，它是细胞的叛逆、叛变、悖逆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整个细胞的生长是一个设计，对不对？那么细胞，健康的细胞，如果病变了，那么人体有一个机制，这个细胞要不就是被吞噬，要不就是自己死亡自杀，对不对？那么新的细胞就长出来把它取代了，这是一个正常的设计。健康细胞应该要自杀，对吧？如果你自己出现问题的，这个系统会给它指令，对不对？这个细胞的生长以及灭亡、死亡都是遵守大脑给它的指令。那癌细胞呢？癌细胞是违背了指令，对不对？这个大脑给他这个指令说：“哎，你好像病变了，你快去死吧。”他说：“我不要死。”他不要死，他不选择，他有了自由选择，对不对？健康的细胞没有自由选择，癌细胞它有了自由选择，他选择了不自杀，他选择了顽强的生存下去。那么正常的细胞是通过这个有氧呼吸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氧化获取能量，但是不见这些病变的细胞，它选择了不自杀，就不能够正常的通过氧去获取能量。长久之下，这些病变的细胞会逐渐的转换到另外一种获取能量的方式，那就是通过发酵。那么发酵有一个特点，它不需要氧气，对不对？你看你这个发酵是不需要氧气的。那么发酵它需要的燃料是什么？是血糖，血液里边的葡萄糖。所以说，这个 Seyfried 这个教授他指出来，他说癌症为什么没有急性的？为什么癌症没有急性的？因为不可能出现急性的。如果细胞急性病变以后会自然的死亡，就出去了，被吞噬了。那么部分的细胞，它在漫长的病变过程当中，这些悖逆的细胞会逐渐的转换它获取能量的方式，从需氧呼吸获取能量，转换到不需要氧气的发酵方式获取能量。所以说它是一个长期的病变的过程，所以说不可能有急性的癌症。癌症必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，让这个细胞转换它获取能量的方式。所以说这个 Seyfried 博士他提出了一个治疗癌症的方法，叫什么？叫生酮饮食和抑制谷氨酰胺的方法。为什么？因为癌细胞它的能量主要的来源是葡萄糖、血糖，那么部分来源是谷氨酰胺。
所谓的生酮这个饮食就是低碳水化合物、高脂肪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低碳水化合物，你身体就缺糖，对吧？那身体缺糖，那没有能量怎么办？那么身体会自动的将脂肪，那么因为你会大量的摄入脂肪，会自动的将脂肪转换成酮体，成为一种新的能量，取代葡萄糖作为能量。那么健康的细胞，它可以通过酮体获取能量，对吧？它有氧呼吸获取能量。但癌细胞它没法通过酮体获取能量，说癌细胞就没有食物了，癌细胞就会被饿死，对吧？所以说这叫生酮饮食。但是呢，癌细胞它尽管它喜欢葡萄糖，喜欢血糖，但是它也有其他的能源的这个能量的来源，那就是谷氨酰胺。那么谷氨酰胺的话呢，就比较麻烦一点，它不像这个糖的话来自于这个碳水化合物，对不对？你减少碳水化合物，这个血糖就低了。但这个谷氨酰胺，它绝大多数食物都有，那就没办法。所以说，需要采用禁食，对吧？间隙式的禁食，那么就可以饿死另外一部分的癌细胞。那这是这个 Seyfried 他提出的这个理论。那么现在的话呢，在很多地方也开始在验证，对吧？可以治疗癌症。但其实这个科学家早在上个世纪就发现了，这个所谓的爱斯基摩人，对，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，他们的食谱就是生酮饮食。为什么？他全吃肉，对，因为他就吃肉，高脂肪，他没有碳水化合物。你说那个爱斯基摩人北极圈里边，他吃什么碳水化合物？那个冰天雪地的，这个有小麦吗？没有。有这个水稻吗？没有，对吧？没有面包，没有米饭，也没有土豆，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连菜都不吃，没有菜。他的食谱就是肉，高脂肪，对不对？可能偶尔，比方说这个春秋之交，这个雪化了一点，夏天还是怎么样，可能会有一些植物，对吧？可能有一些这个水果植物可能会吃一点，但它基本上是高脂肪的，对吧？你说高脂肪难道不会造成心血管疾病，对吧？这个是西方的医学认为高脂肪心血管疾病，但爱斯基摩人他们从来就没有心血管疾病，也没有癌症，没有癌症，很奇怪的，对吧？另外还有就是非洲有个叫马赛人，也是一个概念，他们是打猎的话，他不跟种，打猎都是吃肉，他们也没有这个癌症，也没有心血管疾病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们这些科学家很好奇，这个马赛人死了以后，他们去给他做解剖，看一下别人的心血管，发现别人的心血管里边干净的不得了，感觉很奇怪。你说开玩笑，对不对？我们认为这个心血管疾病是因为这个肉吃多了，为什么他们的血管那么干净？对吧？这个还是个谜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对吧？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这个妥拉，对吧？我们从妥拉的角度，从卡巴拉的角度去领受一下究竟是什么意思。
什么是肿瘤？癌症。那么肿瘤、癌症，它有2个方面，你看到没有？一方面是这个细胞，就这个肿瘤细胞，它完全没有控制的自由的生长，对不对？因为一个健康的细胞它是有调节的，要受到身体的调节、大脑的调节，对不对？不管什么调节，反正要调节它，对吧？让它长就长，让它不长就不长，让它死就死。但癌细胞、肿瘤细胞，它完全的自由，它没有任何的约束，所以说发疯了的生长，对吧？这是一方面，它是完全的自由。另外一方面，太多的血糖，肿瘤、癌细胞最喜欢吃的食物是糖、碳水化合物，对不对？碳水化合物，如果你吃脂肪，它没法获取能量。健康细胞可以从脂肪转换能量，但肿瘤、癌细胞它没法转换，它喜欢糖。你说什么意思？我们怎么样从卡巴拉的角度去理解？从卡巴拉的角度去考察，这是右边的恩慈和左边的大人的失调，这是 Gevurah 和 Hesed 失调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叫 Gevurah？ 大人是控制，对不对？控制，失去控制了，对不对？控制失去了，没有大人了。另外一方面，太多的糖、恩慈，太多的爱了。这其实就是全人类在末世属灵的一个普遍的病症，无节制的爱，这叫恩慈的失调。你说怎么知道无节制的爱？你看今天全世界最推崇什么？无节制的爱，对吧？什么叫无节制的爱？奸淫。你说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最喜欢奸淫？不单单是男女之间的奸淫，甚至男人和男人还要奸淫，对不对？什么同性恋的奸淫，不单单同性恋奸淫，还要去变性的奸淫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一个征兆，这叫过度的 Hesed， 对不对？放纵的爱，泛爱、滥爱，这叫恩慈的失调。另外一方面叫自我膨胀，这叫大人的失调。Gevurah太少了，没有 Gevurah了，没有控制，没法控制自己，对不对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没有约束力了，对不对？没有约束了，没法去自我约束，自我膨胀，没有 Gevurah。那么最后是一个集体概念的背离，对不对？以前的话，人都有这个敬畏天，有3分这个敬畏天。今天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对不对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叛逆、背逆，对不对？肿瘤细胞是叛逆的细胞，这是中间的美丽的失调，看到没有？那么癌症的英文叫 cancer， 那么当然这个词是来自于希腊文，对吧？它的词源来自于希腊文。那么 cancer 它还有一个意思是蟹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因为古希腊的医生发现这个肿瘤的形状和蟹很相似，对吧？所以说
把这个 cancer 肿瘤把这个肿瘤叫做 cancer。那么 cancer 同时也是12大星座的巨蟹座，对吧？巨蟹座也叫 cancer， 对吧？以前搞不懂说啊，为什么这个巨蟹座在英文里边叫癌症？那不是那个原因，本来别人叫蟹，对不对？是与这个希腊的医生把这个肿瘤起名叫蟹。那么巨蟹座对应的是希伯来历的塔木斯，4月，对吧？我们现在是3月，对不对？下个月就是塔木斯，4月，巨蟹座。按照 Sefer Yetzirah 的解释启示，每一个月每个星座对应以色列的一个支派，12个支派，每个支派对应12个星座。哪一个支派对应巨蟹座，对应癌症座、肿瘤座？流变、Reuven、长子。流变对应的是人的右手，对不对？对应的人的右手，对应的是恩慈 Chesed。那么雅各给流变的祝福在创世纪49章第3节 Yeser says the Yeser az， 大有尊荣，大有力量。那么这个经文里边的尊荣，它的希伯来文是 says， 这个单词它的字面意思是提升的意思，提高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单词在托拉里边用来描述麻风病人的肿块，麻风病人的这个皮肤上有这个包，肿块，希伯来文叫 CS。那么 CS 这个单词在现代希伯来语里边是肿瘤的意思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个托拉里边的这个 CS 是肿瘤的意思，是吧？所以说创世纪49章第3节给流变的祝福，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肿瘤无限制的生长，是因为无控制的力量。肿瘤无控制的生长，是因为无控制的力量。Yeser says the Yeser az。什么叫力量？力量的希伯来文叫 oz。力量和能量有什么关系？对吧？这个食物是获取能量，能量的希伯来文叫 koach， 能量代表一种潜能。那么计量能量的多少大小是力量，对吧？按照这个物理术语叫功率，对吧？英文叫 power， 对吧？所以说这个 oz 一般翻译成叫 power， 翻译成 strength， 翻译成力量，对吧？所以说力量其实就是功率，能量的话呢是一种潜能，做功的潜能。那么力量的话呢是功率，对吧？所以说力量是 strength power 这个意思。肿瘤它无控制的生长，是因为其独特的获取能量的力量。那么这或许是下面参孙的谜语的另外一层意思。在4世纪14章14节，参孙给了一个谜语 Mechaochel yatsa ma'achao， 从吃的人里边出来食物。Umeaz yatsa masok， 从能力那里出来甜的，对吧？这个托儿有很多层解经，什么意思？简单字面层，这参孙的这个谜语，这个狮子
是吃的，它死了以后，嘴巴里边出现了一个蜂窝，对不对？强者指的是狮子，甜的指的是蜂蜜，简单字面层。那么结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经文，可以做另外一层理解。从吃的出来的食物，食物从哪里来？从吃的那里来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一个食物链，对不对？神设计了一个食物链，在下面一层吃的是上面一层的食物，下面层的吃者是上面层的食物，对不对？比方说，光是植物的食物，那植物是吃光的，对不对？那么植物又成了动物的食物，对不对？本来这个植物是消费者，结果成了动物的食物，但是植物和动物都是消费者，最后又成了人的食物，对不对？人又成了吃的，植物和动物成了食物。那人死了以后，人的身体又成了微生物的食物。那么微生物把人的身体分解出来，又把营养归还给大地，又成了植物的食物。这叫什么？这叫食物链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在参孙的经文里边，从吃的那里出来食物，对吧？食物总是出自于吃的，对吧？从植物得碳水化合物，从动物来脂肪和蛋白质，最后给人给吃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都成了人的食物。那么植物从光那里获取能量，成为人的食物。那么具体是什么？是碳水化合物。那么碳水化合物成为人的食物以后，在人的身体里边分解为血糖，成为细胞的能量，对吧？所以说经文里边说我们要是要怎么 soak， 从能力出来甜。那么这个能力我们刚才讲了，是能量转换的效率，对不对？有能力大的，有能力小的，对吧？能力是能量转换的效率、功率。那么健康细胞最有效的获取能量的方式是通过什么？通过有氧呼吸，这是效率最高的获取能量的方式，对吧？所以说健康细胞都是通过有氧呼吸，通过氧气去分解血糖，对吧？健康细胞也要吃血糖，也是它的能量，但它的效率是相当高的，对不对？它通过氧气的话，据说可以排出90%高效率的能量。但肿瘤的话，它获取能量的方式是通过无氧的发酵，这是相当低效率的获取能量。它不用氧气，它通过发酵，它需要大量的血糖，但是它产生的能量，就释放出来的能量是相当的低，都自己给消耗了，它自己消耗了，对不对？它给身体几乎不提供能量，对，健康的细胞要给身体提供能量，这个癌细胞它不给你提供能量，它自己给用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它转换能量的效率是相当的低，它浪费了大量的血糖，它整个发酵过程会浪费大量的血糖量，浪费大量的能量。
对吧？所以说，从能力出来填，是暗示肿瘤通过发酵大量的血糖浪费能量，对吧？它叫浪费能量。那么肿瘤的希伯来文叫 Seit， 大家看屏幕，它的首字母信代表火，对吧？这是能量，火是能量，光，火。后面两个字母是 Aleph Tav， 重新排列组合，把它倒过来是 Ta。 Ta 在现代希伯来文里边是细胞的意思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肿瘤是悖逆的细胞，看到没有？把它倒过来了，悖逆的细胞去抢夺健康细胞的能量。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末世的征兆，对不对？悖逆的人去抢夺义人的能量，这就是癌症，对吧？癌症细胞肿瘤生长的速度是疯狂的生长，而健康细胞是有序的、规规矩矩的、循规蹈矩的，那叫健康的细胞，那是敬畏神的人。肿瘤细胞那是悖逆的人，他们却大量的获得了能量，对不对？而且数目巨大，对不对？而且它不需要氧气，对不对？但它需要大量的血糖，是什么 ？Hesed， 需要大量的血糖，需要大量的 Hesed。那么流变和参孙，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？都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欲，太多的 Hesed， 放纵的爱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结束，接下来休息10分钟，给大家自由提问。好，大家休息好了，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回答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那个词就不应该翻译成黑暗。那么你说这个词叫 Hoshech， 这个 Hoshech 它就是黑暗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你不把它翻译成黑暗，它也是黑暗，这个和你翻译没有关系啊。Hoshech 是黑暗，你不可能把 Hoshech 翻译成光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个概念在那个地方，和你翻译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Hoshech 就是黑暗的意思。对不对？下面一个问题，那可不可以降低血糖治疗癌症？那么按照这个 Seyfried 教授的说法，治疗癌症还只能通过降血糖。那么所有这些信息，其实在这些医学的这些学术文章里边都有。这个 Seyfried 教授他也出现了一种无奈，他说：“为什么这些知识、这些理论、这些实验，大量的数据，为什么主流的医学界不采纳？对吧？主流的医学界一口的咬定，癌症是基因突变引起的，所以说他们治疗癌症的方法是给你吃药，通过去研究基因
对吧？认为不同的病人要有不同的基因治疗，他认为是基因的病。然后通过所谓的化疗、放疗，那么这些治疗都是相当危险的。很多时候，这个癌症的病毒肿瘤没有杀死，健康细胞都给杀死了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主流医学界的化疗、放疗不单单没有效果，甚至杀人比癌症本身还快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很多癌症病人都是被医生或者说这个主流医学界给医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大的利润，对不对？因为所有的这些医学界的这些重要人物，他们的工资、他们的收入都取决于坚持现在的医疗方式。所有的这些大型的医药公司，他们的利润都来自于现在的癌症的治疗方式。如果你改为降血糖、低碳、生酮、禁食，他能赚钱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这个 Seyfried 的医生他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所有这些实验、学术、理论都能找到，但是主流的医学界他拒绝承认，他或者看不懂，说我看不懂，或者搞不懂，对吧？所以说造成了一个这个叫恶性循环。所以说，在今天这个癌症成为了全球的最大杀手，因为都是被医生给瞎治的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，在任何一个国家治疗癌症都基于一种错误的理论，认为癌症是基因变异。但是这个 Seyfried 博士他说，癌症不是一个基因变异，它是吃出来的问题，是一个代谢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好像这个 Seyfried 医生他的那本书在做都有中文的，大家上网去查一下，应该有，对吧？他好像他的那本书，这个关于这个癌症是一个代谢而不是基因，已经有中文的翻译了。所以说，治疗癌症，对吧？尽管我不是医生，但是我听了这个 Seyfried 以后，我觉得这个思路是清晰的，是符合妥拉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有大量的实验室的数据证明，对吧？所以说，治疗癌症，所谓的放疗、化疗都是错误的，对不对？那么，这个最好的方法，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是理论，具体怎么样做，这个我们不知道，这个你要找医生。但你说现在医生他都不认可这种方法，那就只有靠神了，对不对？你医生靠不住，只有靠神了。但总体来说，从原则上来说，治疗癌症的话，你必须要降低血糖，因为血糖是癌症这个肿瘤的最喜欢的食物。你的血糖高，那么癌症这个肿瘤喜欢的不得了。你要把肿瘤饿死，你必须要降低血糖，对吧？甚至要采用生酮饮食，就说不要吃碳水化合物，对吧？这意味着你就不要吃大米，不要吃小麦，米饭就不能吃了，你的这个面包就不能吃了，馒头不能吃了，饺子不能吃了，面条不能吃了，所有这些碳水化合物都不能吃了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能够将部分的癌细胞饿死，
那你说我不吃这个碳水化合物，我的能量从哪里来？通过脂肪。多吃肉，当然你说这个肉要好肉，对吧？你不能瞎搞的肉，新鲜的肉，对吧？还有因为脂肪的话，有植物有动物的，对不对？你不单单有动物，你还有植物的。最好的这个植物的脂肪呢，就是橄榄油、粗榨橄榄油，对吧？还有牛油果油，这都是好东西，对吧？其实这个癌症是食疗，因为它是一个代谢的病。还有就是通过进食，对吧？通过进食也可以，因为你通过脂肪的话呢，是产生酮体。那么，但是酮体的话呢，这个癌症是没法转换的，癌细胞没法将酮体转换成能量，但是健康细胞是可以的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健康细胞仍然能够获得能量，但是这个癌细胞的话呢，它就没有食物了。但是呢，部分癌细胞，对吧？但是也不能完全杀死。对，因为这癌细胞它的能量有2个来源，一个是这个酮，一个是这个糖，还有另外一个化学物。那个的话呢，你只能通过进食。下面问题，像维生素这样的词，是不是从英语来的？这样翻译成希伯来语可以加入计算吗？那么所有的这些现代的这些词，对吧？包括英文，你说英文这是什么 vitamin 啊，什么之类的，什么 mineral， 对吧？这个矿物质。那么绝大多数英语的单词，这些名词，它的词源都是来自于希腊语，部分来自于拉丁语，拉丁语就罗马。对，绝大多数这些现代的词语，它都是希腊文。那么希腊文的话呢，也是一个比较圣洁的语言，对吧？在拉比的传统里边，等同于希伯来文，对不对？妥拉可以用希伯来文抄写，也可以用希腊文抄写。拉比的哈拉哈认为都是 kosher 洁净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尽管现代的很多希伯来语现代单词，它很多都是来自于英文也好，来自于希腊文也好，那么它也是它的源头都是古希腊文，对不对？但是另外一方面，现代希伯来文在这个就说现代希伯来文是这个我都忘了叫什么名字，一个人，他当时要编著现代希伯来文字典，很多现代的单词，那么妥拉里边没有的，他把这些字造出来，它的原则都是按照拉比的塔木德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它的很多关键的单词，它都是咨询了拉比的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它这是妥拉的根据。那么，我们也相信，因为这个希伯来文是圣言，尽管在现代希伯来文里边有很多新的词，但它在整个这个造字的过程当中，肯定是由圣灵的带领的。对啊，以前给大家分享过，比方说电 （electricity），电英文叫 electricity。那你说这个电的这个概念，在圣经里面肯定是没有的。那么现代希伯来文用 hashmo， 而这个 hashmo 这个单词是来自于以西结书里边的这个很神秘的现象，叫 hashmo。
那么你说为什么把这个哈希莫这个单词作为电，现代希伯来文的电，对吧？这个东西肯定是并不是一个巧合，也并不是一个偶然，肯定也是有圣灵的带领，对吧？结果你把这个卡巴拉的这个奥秘搞通了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这个哈希莫还真的就是电的概念，对吧？同样的道理，对吧？维生素也好，这个矿物质也好，那么这些希伯来文里边都没有，这托拉里边都没有。现代希伯来文是按照英文也好，按照拉丁文也好，按照这个希腊文也好，那么它都是有圣灵的带领，因为希伯来文是圣言，那像哈寇德什，那么神肯定是会介入的。所以说，回答你的问题，能不能计算？当然可以计算。整个受造界都是希伯来文创造出来的，难道你这些现代的单词还不能够用来计算吗？当然可以，对吧？就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肿瘤，肿瘤的话，你说这也是个现代概念，但它却用了托拉里边的一个单词叫 CS， 采用的是麻风病的这个肿块，这个肿块，对吧？他的皮肤肿了，那么把它作为现代希伯来文的肿瘤。那我们发现刚才我们有发现它的奥秘了，对不对？把它打乱以后，倒过来以后就成了细胞，而肿瘤就是一个细胞，是叛逆的细胞，对不对？下面一个问题，施洗约翰希伯来文原文什么意思？约翰的希伯来文叫 Yohanan， U 的 Vav 啊 ，U 的黑 Vav 是前面三个单词，前面三个字母是耶和华的前面四个字母，是三个字母。那后面 Hanan 就是恨，恩典的意思，对吧？约翰是一个希伯来文，叫 Yohanan， 恩典的意思，耶和华的恩典，神的恩典。下面问题，太多爱如何修补多爱？那就是要怎么样控制，要多一点给不啦，对不对？你必须要控制给不啦，不能够去乱爱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必须要学习托拉，对吧？哪些能够爱，哪种情况下应该爱，哪种情况下不能爱，要控制，对吧？你学习托拉以后，你就会有清晰度，对不对？下面问题，按神的原则做人，循规蹈矩就不会生严重的病，但这个也不一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疾病的话，并不是只有恶人才得病的，这是很明显的。对，就好像经文告诉我们，这个阳光、太阳光照在义人的身上，也照在恶人的身上，对不对？这个阳光并不是只照在义人身上，恶人照样得阳光。同样的道理，这个疾病，它既要在恶人的身上，也要出现在义人的身上，这个是没有区分的。你说那为什么？那么归根结底，疾病是神的审判。那你说这个人循规蹈矩，对吧？也没干坏事情，他干嘛得疾病？那么这个的话呢，最简单的答案，那就是你这个人其实并不是，这是你第一次来，你的灵魂已经轮回很多次了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你的前生，你犯了什么罪？那么你前辈子、上辈子几世以前犯的罪，有可能在这一辈来给你算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是解释
这个现象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那就是灵魂的轮回。归根结底，你的疾病、你的苦难都是审判。那你说我这辈子好像也没做过什么大的坏事情，干嘛我的审判比那些坏人好像还严重？那么这辈子有可能，上辈子不一定啊，对不对？上辈子说不定你做了很多坏事情，那么这辈子是来还债的，对不对？你欠债了就还债了，对不对？下面问题，亚是神的一个名字吗？那当然是名字了。亚 U 的 Hey 数值15，U 的是10， Hey 是5，加在一起15。下面问题，请问肺的肿瘤治疗，一方面可以采取禁食和强制控制血气的欲望，手术能治愈吗？那么手术的话呢，它是一种物理的除去这个癌细胞。那么这个的话呢，是一种物理的方法，对不对？这个就说不清楚了。有的人可能手术把它去了，它就不长了；但有的话，它要复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如果就说做手术是可以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用物理的方法把这个肿瘤去掉，这当然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有肿瘤很多的话，把它去掉是可以的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你手术把它去掉了以后，并不能保证它不复发，对不对？它仍然会生长，因为这个癌细胞肿瘤是一种悖逆的细胞，没有控制的生长。所以说，一方面可以采取手术，那么最关键的方法，那就是要采用这个生酮饮食，对不对？降低、减少，甚至杜绝碳水化合物。这样的话呢，癌细胞就没有养分了，把它饿死。但同时也要采用禁食，对不对？因为禁食的话呢，是断绝癌细胞的另外一个能源，对吧？因为在血糖以外，它还有一个能源。另外一个能源的话呢，你唯一的方法只有通过禁食，对不对？一般的说来，我听这个 Seyfried 他说你通过禁食，就说你通过降低血糖，肯定是可以控制这个癌细胞的生长的。你不一定能够完全除去，但是可以控制，它就不会这个发疯了的生长。癌细胞就是发疯了的生长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血糖越高，它越开心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手术能不能治愈，这个说不清楚。对，有的人可能治愈了，有的人他这个手术以后他仍然要发作，对吧？所以说要结合起来，对不对？但是预防癌症当然更重要，那就是不要这个一定要这个降血糖，这叫预防癌症。那么下面一个问题，25这个数代表什么意思？那么这个最简单的叫扣，对吧 ？Cuff hey， 这样，这最简单的，当然还有很多。对，另外一方面的话呢，也需要祷告，对不对？肿瘤，肺肿瘤，对吧？那么一方面可以手术，另外一方面要降低碳水化合物，另外一方面要控制这个血气，要学会顺服，对，因为这个说白了，这个肿瘤的话也是因为我们人自己悖逆的一个体现。下面问题，神向亚当吹的气就是灵吗？请问灵和气的关系？那么最简单的一种比方，这是卡巴拉的最经典的比方，
对不对？灵魂，我们说人身体里边的灵魂有3层，一个叫 neshama， 一个叫做 ruach， 一个叫 nefesh。那么卡巴拉里边最简单的一个比方，就仿佛一个吹玻璃的工匠，对吧？大家应该看过吹玻璃工匠。吹玻璃的工匠怎么样吹气的？首先，当这个气仍然在工匠的嘴里边、肺里边的时候，那叫什么？那个气还没有出来，对不对？当它进入了玻璃，就是那个块状物，对不对？那个玻璃被烧化了那种红色的。当它的气刚刚吹进去的时候，那叫什么？那叫 neshama， 灵魂的第3层。它不停的吹，那个气不断的进入，那叫什么？叫 ruach， 对不对？我们一般把它翻译成叫灵魂 ruach。当最后这个器皿成型了，成了一个形状了，那么这个气就不再吹了，它停留下来的，那叫什么？那叫 nefesh， 对不对？所以说你的neshama是吹的那第一口气， nefesh 是停留在身体里边的气，连接2个矛盾体的是 ruach 总是连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人的灵魂是神的气，是神吹的气。所以为什么说人的灵魂是神的一部分？因为神的气是神的一部分，对不对？灵魂就是气，这个neshama，对不对？下面一个问题，人为什么要造人？从亚当夏娃至今，人总是犯罪得罪他，使他发怒。神为什么要生养众多？本不完美的伤痛更是无言以表。人的原罪到底是什么？从何时开始的？这个世界出现零犯罪后的监牢吗？那么答案很简单，神为什么要造人？是为了提升灵魂，这最简单的答案。就是灵魂到世上来走这么一圈，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提升。那么提升的话呢，必须进入肉体，要在地上来走那么一圈。人为什么要犯罪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灵魂进入了肉体，肉体的功用是阻隔灵魂，让灵魂没有清晰度。因为如果灵魂有清晰度，是不可能犯罪的，因为灵魂是神的一部分，怎么可能犯罪？对，灵魂在源头是不可能犯罪的，因为它有清晰度嘛。怎么样才能犯罪？让它没有清晰度。怎么样让它没有清晰度？给灵魂穿上衣服，穿什么衣服？穿身体的衣服。所以说，神设计人就是为了让人犯罪，对不对？神设计人，你说要不然为什么会给人一个身体？有了身体才犯罪，没有身体就不会犯罪了。神创造人，让人具备犯罪的潜能，但是神的旨意、神的本意是让人不犯罪，对不对？人不犯罪，那就是战胜了犯罪的欲望，那么灵魂因此得到提升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你灵魂要提升，必须要有一个反作用力。那么具体一点，就是人在地上的引诱。所以这一切都是很简单的，你把妥拉学通了以后，一切很简单。
下面问题，请问这个词是申32章15节吗？这个你要查一下是不是。那么这个你查不出来，所以说不属于那个字，这个你要查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查一下就查了，我查了以后没有查出来，对，所以说回答你的问题是32章15节吗？不是，对不对？下面问题，人的身体有很多穴位，穴位在头儿里边代表什么？可以通过艾灸穴位来调理身体吗？这个我倒没有研究，对不对？我倒没有研究，但是呢，这个穴位这些肯定是可以，肯定是有用的，这些都是很神奇的东西。对，我的理论，这是天使给人的知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还没有具体去研究在头儿里边怎么样一个对应关系。那肯定是可以调节身体的。这本书的中英文名字叫什么？我待会儿帮你找一下，我待会儿把它发到这个留言里边，对吧？我待会儿上网查一下。下面问题，打出音频播放的网站，那叫 YouTube， 对吧？你可能在国内你都上不了的 YouTube。下面问题，多吃蔬菜水果，癌症有好？那当然有好处了。蔬菜水果是维他命、维生素，对不对？纤维，那当然是有水果，这个当然是有好处了，对吧？蔬菜水果肯定是对身体健康的嘛，这个都不用问了，这是常识了。下面问题，犹太人献祭和人体吸收对应，有植物有动物，人体还有水。献祭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水？献祭当然有水了，水祭当然有当然有水祭了，对不对？特别是在祝棚节第8天是献水的，有的，对，矿物质也有盐，献祭的时候必须要加盐，那叫矿物质。植物那叫素祭，动物对，那燔祭、赎罪祭、平安祭全部都有，当然有水，奠祭。中文名字我待会儿查一下。下面问题，请问老师，这个理论给上帝悦纳羔羊祭物，不悦纳该隐食物，道理很相通？这个倒不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并不是说碳水化合物就不好，也是好的，对不对？要有一个平衡，你不能够一致的排除碳水化合物，因为碳水化合物也是能量的一个主要的来源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爱斯基摩人他没有条件，那你有条件。关键的问题在哪里？在古代的时候，别人吃的小麦、米饭，在我们今天看来叫粗粮。我们今天的是精面，我们今天吃的叫做精米、白米。这是工业革命的一个恶果，加工食品的一个恶果，对不对？这个以前吃小麦，它都要带那个叫麦麸，对不对？吃米的话要带米糠，我们今天叫全麦，
对不对？全麦是最健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全麦的话呢，它里边有很多的叫膳食纤维。膳食纤维本身它不能够被人体吸收，它的功用是控制血糖的排放。对，你吃这个精面精米，一吃到肚子里边去，瞬间释放血糖，对不对？来得快去得快，你的血糖一下猛增，但一会儿肚子就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 Hesed 恩慈太过分了，没有控制，对了，没有控制。那怎么样控制？纤维。所以说，健康的这些食物它都有纤维，所以纤维是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比方说大麦，它纤维很高啊，说大麦比小麦健康，对不对？但是小麦的话呢，其实就说你今天的白面不健康，但是如果是全麦的话，也是很健康的。对，因为全麦的话它有纤维，纤维的话呢，它控制你这个血糖的转换，慢慢的放，持续的，所谓的细水慢流，慢慢的给你供应血糖，那么就很健康了。因为你仍然是需要血糖的，你血糖的话，如果你低了的话，也会生病，对吧？血糖高了要生病，血糖低了要生病，什么事情不能走极端，一定要平衡。对吧？那么这个和该隐的祭物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。祭物里边本来就含水，加水进去，还不是一样被蒸发？这个，对，我们刚才讲了，专门有一个这个水剂是有的，对吧？酒也是其中的一个，但是酒还不是水。这个住棚节第8天，这个约翰福音都告诉我们是个水的节期，活水。那个博士是哪个国家的？是美国的，他好像也不是博士，是个教授，对不对？他叫 Thomas Seyfried， 对吧？是很有名的。我待会儿把他的这个书的中文版的连接发到这个地方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待会儿这个不要关得太早，我把链接给你发进去，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那本书。我觉得这个科学家这个 Seyfried 的这个教授，他讲的东西讲得很好，对不对？他的那个方法是很好的，对吧？我反复听了他很多各方面讲的，我觉得他讲的相当清晰。下面问题，自然界有很多与人体相似的植物，发现它们对身体器官有益处，比方说黑豆和肾，西红柿和心脏，和土耳角都什么奥秘？那么这是神的创造，对不对？的确是如此，这是神的创造。那么神创造了人体的各个器官，同时在植物界创造了对那些器官好的植物，是给人的恩赐。你说对了，的确是神的恩赐。对，比方说心脏，神创造给人，那么同时神创造西红柿，长得和心脏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么对心脏好。神创造了眼睛，那么接下来创造胡萝卜，对吧？胡萝卜你把它切开就和眼睛很一样，那对眼睛好，对不对？这个肾豆是肾的样子，那当然对肾好，这都是设计啊，这不是巧合，这是设计。
因为整个世界自然界有一个造物主，他怜悯人，对不对？下面问题，恶性肿瘤与草蜡的肿块用同一个词是否不严谨？那么这个问题不是你我有资格去提问的，对不对？你和我算什么？我们有这个资格去提这个问题吗？对不对？冥冥之中有神的圣灵，有神的安排，有神的预备，对不对？那么冥冥之中，这个 Sa'at 成了现代希伯来文的肿瘤。那么你和我算什么？我们算什么？我们有这个资格去挑战别人，对不对？在圣灵的感动下，把这个词定为肿瘤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些问题上去倒浆糊。下面问题，请问是否可以吃对应食物来医治平衡5大元素的缺失？肢体出现问题怎么样找？这个东西需要你有妥拉的智慧，对不对？你自己要去学习，要去思考，要去融会贯通，对不对？我没有一个答案给你的问题，但是呢，我给你提供了一个思维的方式。归根结底，那么你自己要这个学通，你自己要寻找，你自己要去探索，那么神也会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指明方向，对吧？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一个原理，是一个原则，是一个框架，具体怎么样去做，我给不出来，对吧？因为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，对，我只是学习妥拉，我从妥拉的原则、妥拉的框架把它理清楚，对吧？通过学习，我们能感受到的是造物主的智慧，以及他的受造界的这个规律、规则，它的系统、它的对应、它的美丽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原则，得出一种赞叹。下面问题，现代医生说癌症患者是高蛋白、低脂肪、高糖，是否正好与妥拉相反？这个我倒没有看出来怎么样和妥拉相反，对不对？刚才我们不讲了吗？肿瘤是因为高糖的原因，对不对？我们说高糖这个糖代表 hesed， 没有控制，这个我觉得我们刚才讲的很清楚了，对，我看不出来怎么样很相反，对吧？下面一个问题，人体很复杂，尽管扼死癌细胞采用低糖、低碳方法许可，但生酮饮食危害也是显而易见，比方说低血糖、肝功能异常等等等等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你每个人的话呢，你要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，那么最好是有专家给你指导，对吧？你还不能够自己去瞎搞。但是呢，总体说来，我们这个地方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原则性的指导，我们并没有给出一个这个具体的细则的操作。我们讲的是原则，我们没有讲细节、细则，对吧？从原则来说，那么肿瘤、癌细胞喜欢吃糖，所以说你肯定要降糖，对吧？至于你降糖是通过生酮饮食还是其他方法，那么这个要看因人而异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原则上说，这个你如果糖越多，你的癌细胞越开心，对不对？很开心，他喜欢吃糖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现代的饮食是大量的制造血糖，特别是快餐，
这些加工食品，对不对？下面一个问题，按照中医理论，肿瘤是身体里边的寒湿堆积，饮食情绪有关，吃生冷的食物，负面情绪造成血气不通，不能新的血气，身体出现问题，不与神做连接，神背逆，情绪不好，都归根结底，所有的疾病都是灵魂出了问题。归根结底，对吧？疾病的话呢，尽管很复杂，但是归根结底都是灵魂出了问题。但是具体怎么样一个对应，这个东西没有人知道，对吧？除非是天使告诉你，我们不可能知道，我们只能知道一个原则，而且这是妥拉挑明的，对吧？这个出埃及的时候，你们如果不遵守我的诫命，我就会把在埃及的那些灾病疾病加在你们的身上，这很明显的挑明了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原则上疾病是灵魂出了问题。下面问题，高脂肪高含可以，温热带不行，对吧？然后现代社会不吃碳水，首先大脑没法做高效思考，处理能力大大降低，只能说拒绝精加工糖，吃自然糖。比如说水果的话，这个是好东西，对吧？因为水果，因为它有纤维，有纤维的话，它是有控制的放糖，这个是好东西，这是健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碳水并不是说不能吃，但你一定不能吃精加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精加工的话呢，它没有纤维了，你一定要吃高纤维的，对不对？高纤维的。下面问题，萨摩尔从阴间上来，阴间怎么理解？主耶稣对强盗说：“今天跟我在乐园，乐园怎么理解？”这个没有什么好不这个理解的，对吧？这个阴间就是给黑弄，对吧？这灵魂受折磨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这个乐园叫 Gan Eden， 灵魂享受的地方。那么每一个人的灵魂都不是完全的，都有一些污秽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即使这个艺人，对吧，也有可能下阴间，把这个污点去掉了，那么再上天堂，对不对？这个在这个拉比的解释当中是这样的，对吧？甚至拉比认为绝大多数犹太人都要下地狱，但是在地狱里边不会超过1年，然后就上天堂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拉比传统里边看地狱给黑弄就是个洗衣机，对，衣服脏了，洗衣机里面洗干净，然后上天堂，天堂就是港 A 等乐园。下面问题，那癌症不是末世普遍病，古代当然有，但是没有我们现在普遍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么普遍。好，下面还有什么？请问有气无力指什么？力是什么？力就是力气啊，对吧？力就是力气。下面问题，现在常说你有毒啊，不是背逆神那么简单。下面问题，卡斯兰肾病吃了得了绝症，这个我没有研究过。下面问题，健康细胞少，癌细胞多，进钱的人少，放纵的人多，人类自取灭亡。面相理论这个东西，这个不管是面相什么手相，对吧？那么这都是神的设计，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出来，
对不对？所有这些都是有原理的，对吧？比如说人的面相，那肯定是有道理的；手相，那肯定是有道理的，对，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设计，对。但是你有没有个能力去看，那是一个水平的问题，对吧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今天我们的分享到这里结束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散会的祷告。